Atlas 已经从地球上空飞过去了，它没有降临拯救人类，也没有攻打地球，因为它就是一颗特别点的彗星而已，让它攻打地球显然是有点难为它了。早在3R 阿特拉斯躲到太阳后面之前，它就给我们露了一手绝活。在距离太阳 4.35 亿公里的地方，3I 阿特拉斯正在以每秒40公斤的速度喷水，可还没等我们研究明白，它就一头扎到太阳后面消失不见了。整个10月，地面望远镜都只能干着急，但太空里的3台探测器却抓到了独家画面，他们拍到了一场惊人的变形计。当它距离太阳3亿公里的范围后，亮度突然开挂了，突然暴涨了好几个档次。等它从太阳后面钻出来的时候，亮度已经高到连天文爱好者都能用家用望远镜拍到它了。更神奇的是它的颜色，之前几个月大家看到的3I 阿特拉斯都是红色的，就和另一颗星际访客奥陌陌差不多，典型的富含尘埃和有机物的样子。后来它又变成了绿色，当时就引起了网友的一阵讨论，说这是它打开了粒子推进系统。可这次太阳探测器拍到的画面更绝，3I 阿特拉斯居然是蓝色的。要知道，彗星会发的蓝色是一氧化碳和酰胺自由基的荧光，这说明当3I 阿特拉斯冲向太阳时，它外层那层红色的尘埃外套被剥掉了，太阳的高温穿透了外壳，开始烘烤彗星内部的挥发性冰。原来这颗彗星的真面目是一颗蓝色的疯狂释放气体的引擎，只有靠近太阳才肯露出来。直到11月，3I 阿特拉斯才终于从太阳后面钻了出来。可刚一露面，天文学界就又慌了。哈佛大学的天体物理学家阿维勒布教授说，这颗彗星可能已经分裂成16块了，已经炸掉了。他这么说是有理由的。根据计算，3I 阿特拉斯损失质量的速度太惊人了，按照这个程度，它的核心早就该瓦解了，才能有足够的面积来释放这么多气体。大家都以为我们观察这颗星际访客的机会已经彻底没了。但很快，洛厄尔天文台和虚拟望远镜项目的新观测结果让大家松了口气。张启成博士说，3I 阿特拉斯状态很好，完全正常，没有碎片尾，没有混乱的尘埃云，核心完好无损。原来所谓的爆炸只是它进入了一段超级活跃期，外层的胶壳被剥掉，里面的气体疯狂释放，就像一场自然的烟火秀。不过勒布教授会这么担心也不是没原因，这几个月他一直在写文章说3I 阿特拉斯的行为太反常了，可能是外星科技。他主要说了2点，一是那个朝着太阳的喷流，二是它非引力加速度轨迹异常笔直。他觉得要靠自然释放气体产生这么大的加速度，需要损失的质量太多了，早就该把自己搞散架了，那只能是人工推进器在工作。这个猜测听着很带劲，但很可惜，常规的彗星科学就能解释这一切。就说太阳方向的喷流，我们通常以为彗星的尾巴都是背着太阳的，因为太阳风会把气体尘埃吹到后面。但3I 阿特拉斯这个反向喷流，其实在彗星里很常见。彗星靠近太阳时，朝向太阳的一面会先升温，如果表面有个薄弱点，升华的气体就会朝着太阳方向喷出去，太阳风再把这些气体吹回来。从地球的角度看，就像一个向前伸的尖刺。哈雷彗星、新质彗星、67P 彗星都有过这种情况。再说说非引力加速度，这其实就是彗星的火箭效应，气体从核心喷出来，会给彗星一个反推力，所有活跃的彗星都这样。有科学家做了一个动力学研究，模拟了3I 阿特拉斯过去100年的轨迹，发现它的加速度和我们观测到的消防栓式喷水大量释放二氧化碳完全吻合。它的核心之所以没散架，只是因为它密度大，结构结实，不是什么人工造物。至于勒布说的笔直轨迹，其实是视角问题，他在做双曲线轨道运动，速度太快，太阳引力对他的轨迹影响很小，所以看起来很直，但其实还是在遵循开普勒和牛顿的物理定律。而真正终结这场外星飞船争论的是南非的弧混射电望远镜阵列，它在1665和1667兆赫的频率上探测到了一个微弱但清晰的信号，这是羟基自由基的吸收线。这个信号证实了3I 阿特拉斯身上确实有大量的水，这可是人类第一次探测到星际天体的射电辐射，也直接证明了3I 阿特拉斯的化学成分和我们太阳系的彗星很像，它就是一个多冰多水的天体，越热越释放水蒸气。如果它是一艘干燥的岩石飞船或者报废的探测器，根本不会有这个信号。所以结论很明确，3I 阿特拉斯是由水和碳构成的，是大自然的产物，不是什么外星合金做的飞船。虽然不是外星飞船，但3I 阿特拉斯带给我们的惊喜一点也没少。
我们一直以为像这样的星际天体都是原始的，就像完美的时间胶囊，自从他们的母恒星系统诞生后就没怎么变过。但比利时皇家空间航空研究所发表了一篇论文，彻底推翻了这个想法。他们说3I 阿特拉斯不是原始的，而是被考过的。证据来自詹姆斯韦伯空间望远镜和 SPHERICS 任务的观测。3I 阿特拉斯里的二氧化碳含量高得离谱，在我们太阳系的彗星里，水是主要的活动驱动力，通常是水很多，二氧化碳很少，二氧化碳和水的比例大概是 0.12， 但在3I 阿特拉斯身上，这个比例是 7.6， 相当于它的二氧化碳含量是太阳系彗星的近60倍。说它是干冰炸弹都不为过。这些多余的二氧化碳是哪来的？马乔洛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机制：银河宇宙射线。在过去几十亿年里，3I 阿特拉斯一直在星际空间里漂流，不断被超新星和活动星系核释放的高能粒子轰击。这些粒子撞在彗星表面，能穿透冰层好几米深，撞断化学键。模型显示，几十亿年下来，这种辐射会把彗星里简单的一氧化碳和水冰转化成二氧化碳和复杂的有机固体，在彗星表面形成一层15到20米深的加工外壳，就像被辐射烤焦的化学熔渣，就像这样。因为3I 阿特拉斯本身很小，而且侵蚀得很快，我们现在看到的不是它深层的原始内核，而是这层烤过的外壳在不断升华剥落。说白了，它就像在宇宙里晒了几十亿年的日光浴，现在正在脱皮。这个发现意味着，任何在星际空间里漂流了亿万年的天体，可能都是这个样子。我们可能永远也见不到真正原始的星际天体，除非能抓到一颗非常年轻的，或者它自己碎掉，露出里面没被改变过的核心。截至目前，3I 阿特拉斯已经飞过地球，准备回到星际黑暗中去。但我们和它的故事还没结束，到2026年3月16日，它会靠近木星，距离大约5250万公里。这会是一次非常近的相遇，它会钻进木星的希尔球。虽然它速度太快，不会被木星捕获，但木星的引力会在它离开太阳系之前最后一次改变它的轨迹。更重要的是，这次相遇给了我们一个绝佳的观测机会。目前正在环绕木星运行的朱诺号探测器，如果到时候还能正常工作，就能从太阳系外层给这颗星际访客拍一张最后的近距离照片。3I 阿特拉斯的故事还没结束，但在这短短几个月里，它教给我们的东西比过去几十年的理论研究还要多。如果3I 阿特拉斯真的是外星人，只能说人类对宇宙的了解只是皮毛中的皮毛。如果真的是彗星，更说明人类对宇宙的了解是皮毛中的皮毛还要皮毛。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盯着朱诺号，期待它能给我们带来3I 阿特拉斯的最后一张告别照吧。